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看看到今天的美国大选更新。纳瓦罗报告6个摇摆州选举违规，林伍德接最高法院拒绝德州诉讼4州案内幕。彭斯乔州之行表示会和川普继续战斗，直到剔除每张非法选票。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到今天之前发生的事情。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周三12月16号首次就选举问题召开了听证会，打破了2个党对大选违规行为的沉默。听证会邀请了6位证人出席，分别介绍了选举舞弊的各种表现，包括各个州临时更改选举规则、通过邮寄选票增加非法选票、投票机以及计票核查遇到阻碍等等。由于12月14号选举人团投票没有能够解决美国大选的纠纷，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就备受关注。目前至少已经有4位参议员表示不排除会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众议员莫布鲁克斯周三再次表示自己不会放弃挑战选举欺诈，并且对1月6号在国会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表示乐观。那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本次大选的选举舞弊很可能是源自中共的操控。科技亿万富翁帕特里克·伯恩早在8月份就组建了一个30到40人的专家团队，对美国的投票系统进行分析。他表示说，选举舞弊就是中共秘密的杀手锏，希望借此来一举拿下美国。邮寄选票在本次大选中成为一个指控的焦点。加州的华裔选民表示，家中没有注册投票的长辈收到了4张邮寄选票，并且类似的情况在身边许多人身上皆有发生。在线杂志《联邦党人》的执行编辑近期也发表文章说，左派民主党人明知邮寄选票可能会造成选举舞弊，仍然大力推广。他们这样做就是要破坏大选，让人不再相信大选的结果，从而破坏民主。在本次大选中，主流媒体和科技巨头掩盖了真相，并对选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国家宪法诉讼组织托马斯·莫尔协会的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了一份长达39页的报告。报告说，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给了选举官员5亿美元，用来对选民施加不公平和不当的影响，想促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当选。这种将选举私有化的行为已经是违法行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大选今天的实时更新。周四12月17号，美国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发布了题目是完美欺诈选举违规的6大关键层面的分析报告，揭示了美国2020总统大选中6个摇摆州的违规行为。纳瓦罗的报告总共是36页，对近期公开的选举违规证据进行了审查和分析。在报告中，存在选举违规行为6个关键战场州是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威斯康星州。选举违规行为概括为6个层面，包括直接的选民舞弊、选票处理不当、有争议的程序犯规、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投票机违规和重大统计异常。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12月17号的下午，就是今天下午，为选民权利打官司的林伍德大律师发了一则推文，说他现在明白了最高法院为什么拒绝德州起诉4个摇摆州选举违宪的案子，那是因为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从中作梗。林伍德在推文中说，腐败和欺骗抵达了我们国家最有权势的办公室，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处，这是我们国家悲伤的一天，但也是醒来知道真相的一天。罗伯兹是最高法院在选举官司上不作为的原因，其他人也参与了。林伍德律师还写道，我说的是8月19号的电话谈话，电话中罗伯兹说，他将确保那个混账东西不能连任。那这里罗伯兹口中的混账东西指的是川普总统。罗伯兹在电话中与布雷耶法官讨论如何把川普弄下去。
在这条推文之后，林伍德律师又发推文说，我的关于罗伯兹和布雷耶法官的声明文件已经交由几个第三方处理了。在以上的这2条信息之前呢，林伍德律师还曾经贴出一条贴文，表示说他长期以来质疑约翰·罗伯兹这个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名单上的问题。那这里的爱泼斯坦这个人是由于性侵未成年少女被拘押的纽约金融大亨，去年夏天在曼哈顿监狱内被可疑的自杀。他早年是经常带着朋友乘坐私家飞机前往一个据称有未成年幼童供其玩耍的岛屿。林伍德怀疑那就是美国的首席大法官，指的是名单上的名字。林伍德说，下面这条推文也有可能是他一生中发出的最重要的推文。推文说，首席大法官罗伯兹是腐败的，应该立刻辞职。布雷耶大法官也应该立刻辞职，他们是反川普者，极力阻止公众知道川普赢得连任的真相。很多网友跟贴了林伍德律师的推文，其中不少人贴了一则政府听证会的视频，里边的内容显示，一个法庭职员听见了大法官们讨论德州案子的情形。证人说，是罗伯兹以及几个自由派大法官阻止了其他法官接德州诉讼案的决定。这个法庭职员的书面证词是这样写的：我是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的职员，今天发生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法官们在关闭的门里面大声争吵。法官们在一间封闭的关着门的房间里会面，这是他们的标准做法。通常他们是平和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大厅里就听见了他们的叫喊。他们见面开会，因为他们不信任电话上的会议。其中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叫喊着，如果我们听证了这个案子，你能为暴乱负责吗？不要告诉我布什和格尔的案子，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暴乱，你忘记了你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尼尔。这里的尼尔指的是 Neil McGill Garage， 另外一个大法官葛萨奇。罗伯兹接着喊道，我不想再听那2个初级法官说什么了，我将告诉你们怎么表决。这个证人的证词还说托马斯法官说，约翰，这是民主的结束。当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罗伯兹、自由派法官和卡瓦纳都带着大大的微笑，而阿利托和托马斯明显很生气，而 ACB 和格萨奇似乎没有生气。在截稿的时候，林伍德律师又发推文暗示说他受到了威胁，但是他不怕，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相信上帝。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条消息。今天12月17号周四，美国副总统彭斯前往乔治亚州为2名共和党参议员连任助选。他在集会上表示，将和川普总统继续战斗，直到剔除每张非法选票。彭斯死刑的目的是激励川普支持者和其他共和党人投票给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百杜和凯利·洛夫勒，以便共和党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彭斯指出，赢得1月5号的参议院决选，以便共和党能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对共和党人至关重要。彭斯补充说，我听到有些人在乔治亚州这里说，如果你对上次选举感到沮丧，那就不要投票。彭斯说，我的同胞们，我发自内心地说，你要记住，如果你不投票，他们指的是民主党就会获胜。彭斯最后说，我们将赢得乔治亚州，我们将拯救美国。彭斯支持的这2位共和党参议员是洛夫勒和百杜，将在明年1月5号竞选连任。洛夫勒在周四的时候在集会上也表示说，他们的民主党竞争对手一个呢是社会主义者，另外一个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那川普也曾经表示说，乔州的这2个民主党参议员的竞选者是2个最激进的候选人。川普也强调，民主党还想操纵参议员竞选。共和党的参议员洛夫勒周三的时候对媒体表示，他拒绝承认拜登当选。洛夫勒还说，总统有权采取一切的法律手段。他表示说自己将专注于赢得参议员决选。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拜登来到乔州助选的场面。12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二，号称以8000万选票获胜的当选总统拜登到乔治亚州为2个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助选。和川普每次露面高达数万人到场相反的是，拜登的这个集会只有几十个人露面。
一位自己本人参加过竞选并且担任过竞选团队经理的网友表示，拜登即便是用汽车来填满场地，也掩饰不了他输掉了选举，靠欺骗伪装上台的事实。那还有网络评论说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老家伙没有赢得选举，没有吸引几个人，但是却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这是个笑话，一个不好笑的笑话。那与之对比的是12月5号的傍晚，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到乔治亚州参加捍卫参院多数的集会，并发表了演讲。在演讲的现场呢，是有很多人，气氛非常的热烈，民众是高呼再干4年，我爱你等等口号，表达支持。以上呢就是邓梅为您带来的美国大选到12月17号的更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不要走开，稍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